我过马路时，身后离我5米的大爷自己绊倒了自己，竟还讹上了我。最后我丢了工作，赔得倾家荡产，一无所有，后又被大爷的弱智儿子捅死。谁成想我再一睁眼，竟然回到了过马路这天。这时候大爷就在我旁边，斜着眼瞅着我。绿灯刚一闪时，我躺地直打晃，嘴里喷白沫，老头当场就傻了。你咋还倒了？跟我可没关系。我越抖落越凶残，老头吓得往后直退步。路人都说要打个救护车，我这下清醒过来了，猛喘了那么几口气，跟大伙说没啥事，路人也就散伙走了。没成想大爷又凑上来盯着我，看来是真没打算放过我。这会儿马路绿灯亮了，可我就跟木头似的一动不动。你咋还不走？大爷出言催促我，我突然开始原地踏步起来。你再不走可就红灯了。任凭他在这瞎说，我愣是那儿不动。死过一回我才明白，他其实早瞄准我了。就看我那份工作是个铁饭碗，他拿捏住我怕闹大的那点心思，才一回接一回的跟我玩连环碰。只是我没料到，老头看我实在掏不出钱来了，竟教唆他傻儿子动刀把我害了。等我缓过神后，我飞快琢磨怎么脱身。上辈子就怪这块的监控坏掉了，才搞得我有理说不清，干脆等暴走团过来扎堆一起走。大爷见我原地没动，索性也不过街了，他就死死盯着我看，我全当没瞧见。好在暴走团终于到了我后边，我直接扎进人堆里，信号灯变绿后，几十号人的队伍呼啦啦过马路。老头看势头不妙，往地上一躺就开始。不能走，你害我摔倒了。他那嗓门早被暴走团音响给盖了，眼看咱这帮人都到马路对面了，压根就没人理他。他一咕噜爬起来就往路这边冲，赶在绿灯快要变色那会儿，他让一辆没挂牌的3轮给撞了。我偷偷回过头，竟瞧见大爷正被开3轮的大妈狂抽后脑勺。大妈那嘴一张一合，瞅着像在夸大爷长得帅。我趁着空子脱离队伍，急吼吼的赶回了家，赶紧找中介退了租，再找新房。等第2天上班，就看到大爷在公司跟前转悠，我捂得严严实实从他眼皮下走过，老头也没认出是我，一直熬到下班。大爷还在公司楼下瞎晃悠，我特意走得很晚。先走的同事给我打来电话，王宇，你二叔在楼下找你呢，你电话这也没欠费啊，他说打不通。是吗？我手机信号不稳定，你别管了，我下去接他。这老头连我叫啥都摸清了，我要是这会儿下去，他拽着我往地上一躺，我就得跟上辈子一个样。于是我点了份辣嗓子的小龙虾，送货地址就填公司楼下，备注上专门写着请到楼下大喊王宇，自然会有人出来领。过了10几分钟，外卖小哥到楼下就开始喊我名，老头一听立马来了精神。王宇的，给我吧。大爷，你叫王宇吗？我是他二叔，这是给我点的外卖，赶紧给我，饿出毛病来，你赔得起吗？这老头把外卖抢了过来，外卖员见状一溜烟就跑没影了。大爷抓起我那份虾就开始啃，辣得满嘴直吸溜，那叫一个爽。他连水都不喝，就在那儿硬塞，这种魔鬼辣我以前只领教过，足足3天时间都没法排便，后腚眼子生疼，想坐下都费劲。我瞧着他吃干抹净，乐呵呵回家。就在转天早上，我正打算找老板请上几天假，大爷竟然已经打进公司里了。让王宇出来，我大老远从老家来找他，躲着我算几个意思？还点外卖害我！今天不给我个说法，我就不走了。前台没招，只能给我打电话。我说不认识他，直接报警吧。就在等警察过来的空档，老板正巧打这儿经过，老头一把抱住老板的大腿，鼻涕眼泪全蹭人家身上了。老板被恶心坏了，当着众人面也不敢动手。摸清咋回事以后，拉着脸命令我赶紧下楼解决，影响到公司形象，我就别干了。我这下没辙了，只能硬着头皮下楼去。我把大爷拽到大厅角落监控底下。大爷，我认识你吗？大爷冷哼一声，终于肯下来了吗？那天过马路，你害得我让3轮车压了，你自己倒是跑了。昨天又点那么辣的外卖，害得我到现在也拉不出来。你说说吧，怎么赔？我大惊失色，说我昨天点的外卖怎么丢了？我还以为让野狗叼走了，感情是你拿去吃了。你偷我外卖干嘛？见我反咬一口，大厅来往的人纷纷看过来。大爷一瞪眼，外卖的事儿咱不提了，就说我被3轮车压了的事儿怎么办？在哪儿被压了？在路口。被什么玩意儿压了？3轮车。谁骑的3轮车？一个老娘们儿。什么牌子的3轮车？什么牌子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两手一摊。对啊，你被一个老娘们儿骑的3轮车压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大爷气得呼呼直喘粗气。要不是你分散我注意力，我怎么会被压了？我怎么分散你注意力了？你在暴走队里走那么快，不是你还是谁？你要赔多少钱？大爷一听谈钱了，两眼放光。我身体不舒服，先拿5000我去医院检查。我对围观过来的上班人说，暴走团几十个人，跟我走的一样快，你单盯着我看，是不是想讹人？你别走，5000块钱够立案了。说着我就拿出手机报警，大爷一把夺过去给我摔了。我掏出早准备好的手机发票，又加6000，大爷你得好好在里面蹲一阵子。老头这下总算反应过来了，我竟然是诚心憋着招呢。他突然间2条腿一蹬，躺在地上不停地打摆子。保安赶紧拨了救护车，我直接报了警，把前因后果细说了一遍。警察把全程监控给拷走了，大爷被救护车给拉走，半道就醒了，非闹着下车。大夫没辙，只能由着他去。老头前脚刚一落地，就被后头跟着的警车堵住，这叫无缝衔接，直接摁着塞进警车里。我表态坚决不私下和解，让大爷去里头好好反省。大爷在局里又耍那一套，撒泼打滚，民警哪会吃他这一套？3
三言两语把他给唬住了。老头实在没辙了，只能低头哀求我。我装作勉为其难，提出要他赔我个手机加精神损失费，一共1万。大爷跟割肉似的签了字，1万块钱到账。大爷小声嘟囔着说：“上一次讹的钱都赔进去了。”我听清了，笑笑没吭声。出了派出所，老头尾随我后头，我快他也快，我慢他也慢。我叫了网约车，他也想挤上来。司机是个光头纹身的大汉。我说这人我不认识，拼车的话我就投诉纹身。大哥一听这哪成，像拎小鸡仔似的把他轰下车，扔在路边还补了2脚。大爷屁都不敢放一个，更别提讹人家了。我这才打车甩掉了他的跟踪。回到家我越琢磨越不对劲，老头既然知道我的名号，说明他背地里查过我，而名字这玩意儿好多地方都能打听到。可在公司大厅那会儿，他咋能一眼认准谁是我老板？不排除他侦查水平高，但更有可能的是，大爷绝对不是一个人在害我。这回跟我交手，李大爷不仅没捞着便宜，还倒贴了我1万块。按他的尿性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也攒了点手段，等他找上门。果然没消停过3天，大爷居然摸到了我新租的小区。他难道长了千里眼吗？他在小区门口晃悠，大老远瞧见我后冷笑一声，接着6万。我知道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我绕道走的小区后门，从地库坐电梯上了楼。大爷在院里到处转悠，没瞧见我钻哪儿去了。我在楼上窗户往下看，见大爷狠狠摔了手里的水瓶子。他没能摸准我住哪户。路过几个小孩玩水枪，他往地上一躺，又开始讹人家家长了。很快楼下就围了一群人，大爷躺在地上不起来，指着孩子们骂几个孩子都吓哭了。最后不知道达成什么结果，反正大爷满意的走了，还往兜里揣的应该是1沓钱。我在楼上看的冷笑，大爷不怕摔不怕压，不知道怕不怕我准备的好东西。第2天上班很安静，大爷近期不敢来公司闹了。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告诉我下一个职级晋升的机会很快就定下来，我希望很大，薪水几乎翻倍，心情大好。下班后果然看到大爷在小区门口堵我，我故意在他面前经过，他就跟在我身后几米远。我能感觉到一双怨毒的目光在我身上扫视。我打开挂在领口的随身摄像机，跟朋友开始煲电话粥，一边打电话一边快步走起来。大爷费力的跟上，没跟10几分钟就气喘吁吁。我专门挑着有监控的路走，大爷步伐越来越沉重，好几次故意摔倒，大声喊我。我站定指着最近的监控也不说话。大爷每次从地上爬起来，我就继续快步走，他又不得不跟上来，到处看哪段路没监控，跟我围着小区转了2圈。李大爷实在转不动了，他紧跑2步拦在我面前。小子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咋了，大爷？是不是不行了？还不到60就虚了？你要是承认跑不过我，我就慢点走。谁他妈跟你赛跑啊？我拿起手机对着屏幕说：“兄弟们，这老头不承认输了咋整？今天的跟老头赛跑直播只能到此为止。感谢一条老狗打赏的火箭筒。”大爷一听气得直蹦：“你一直在直播，我心脏不好，你等着赔钱吧。”我镜头一转，兄弟们快看，都不白来哦！碰瓷直播，1000年难遇。大爷还没躺下，又一咕噜爬起来。我这一手已经超出他的讹人成本预算了。你不跟了是吧？那我回家了。大爷一听，深呼吸2口，继续跟我。我又围着小区转了1圈。你不说回家吗？还跟着呢。我看你热情挺高，却又走了一圈。大爷气急：“你还跟不跟？不跟我回家了。”大爷死死盯着我，我扭头就走进楼道，开始爬楼。大爷一看大吼：“你怎么不坐电梯？几层楼而已，坐什么电梯？”大爷扶着扶手跟我爬了2层又2层又2层，直到他瘫在地上，我还在往上爬。大爷气喘吁吁：“你小子是不是耍我？”咋了，大爷？不到60就虚了？这才18层呢，看你这么辛苦，咱们坐电梯吧。小子，早这样不就好了？你一个大小伙子还害怕大爷我知道你住哪儿吗？我微笑着按了1楼的按钮。你住1楼？我不住1楼啊。那你去1楼干什么？忘了告诉你了，我不住这栋楼。大爷气得浑身哆嗦，用力扶着电梯扶手，这才没摔倒。我乐呵呵看着大爷，电梯开门，慢悠悠往外走，生怕大爷跟不上。大爷通红着眼，直喘粗气。我走向下一个楼，大爷不跟了，我就慢悠悠在小区闲逛，还不忘回头提醒大爷：“大爷你不跟，我可真回家了。”大爷，我豁出去了，你不回家，老子跟你一晚上，看谁耗得过谁。反正我年龄大了也睡不着觉。我见大爷技出绝招，也就不客气了。大爷，咱俩一起吃点东西。吃就吃，老子也饿了。我在路牙石上一坐，从背包里掏出一个罐头，一打开，刚坐下的大爷就跳了起来。这是啥东西？厕所炸出来的吗？大爷，这可是韩国发酵药鱼片罐头，我特意托朋友带回来的，想着你肯定喜欢。大爷捂着鼻子不断干呕着，我继续科普。鳐鱼这种东西跟您老人家一样，是一种有个性的鱼，它没有尿泡，通过鱼皮撒尿。这玩意儿发酵制成的罐头，可是你8辈子吃不着的好玩意儿。比如平时你想吃厕所那玩意儿，还有人说你恶心，但是你要是吃这种罐头，大家就都给你竖大拇指，说你有格调。来啊，大爷，先来一口，细嚼慢咽。大爷呕的一声吐了一地。我打死你！大爷伸手抽我，我就地一躺，捂着脸对着监控大声呼叫：“保安，打人了！”大爷慌了神，就要往外冲，还没跑10米就被几个巡逻的保安堵住。自从上次他在小区讹人，早就进了保安队的黑名单，这次一看还是他。保安队长直接派出了杀手锏，小区最强壮的一位保洁大妈，大爷最不愿讹不敢讹的角色。大爷被带到了没监控的角落，大妈抡起巴掌猛抽，边抽边骂，一句话都不带重复的。不要脸的老东西！
谁家养的鸡跟鸭睡了，生出你这么个玩意儿？等大妈打够了保安才报的警，把监控给民警拷贝好。大爷又在里面蹲了好几天，问我是不是和解。我表示只要大爷诚意足够都可以谈。于是大爷又赔了我3000块钱。我私下把钱捐给了保安队，让队长带兄弟们吃点好的。保安队长当时就表示，只要我在这个小区里，他罩着我。大爷2次铩羽而归，偃旗息鼓了好几天。而这段时间，我找到一个在影视城当群演的同学，请他出演一个角色。一听我的要求，他当时就兴奋起来。我最喜欢演情剧剧，半年多没戏演，我都快憋死了。于是当我在看到大爷出现在我小区门口时，我主动迎了上去。大爷后退一步，警惕地看着我。你小子能耐，我不跟你耗了。大爷，咱俩呢原本也没有过不去的仇，你已经赔了我1万多，我也不跟你计较了。我们正聊着，同学开着一辆 A6停在我和大爷面前。王宇，还真是你啊！他摇下车窗跟我打招呼，我高兴地跟他寒暄。他说自己现在开了一家文化有限公司，挣了点小钱。我问他公司主要干啥，他说就是直播带货。我担心地问，那直播翻车的可多了，得小心点，别让人抓住把柄了。他也担忧地说，是啊，就怕有人搞我，我可带着款呢。大爷一直在一旁偷听，听到这里，2只浑浊的老眼都发亮了。这位可是我的 Plus 版，最容易讹的那种大金主。我问了同学公司地址，客气地说有时间去坐坐。大爷听到地址后，偷偷拍了车牌号溜了。我和同学对视一眼，偷偷竖了个大拇指。大爷果然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不出1周，同学就说大爷在我提供的假地址出现了。大爷在周围蹲点，终于蹲到我同学的 A6 出现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大爷一个鬼探头，直接躺在已经熄火的车前盖上。咋开的车开这么快？赶着去投胎吗？同学急忙要把大爷扶下来，大爷不让碰。大爷你说吧，多少钱能停？我这里分分钟100万上下，可没空跟你耗。大爷一听，眼底的喜色更浓了，他伸出一根手指，1万，10万。我腰上打的钢板都50万一块，你这一下给我干脆好几块，你觉得10万块能解决？同学也不慌，摸着下巴思索。这时他的电话响起来。什么？偷拍网红出轨6旬大叔，还特么上新闻了？给我压，花钱不怕，我给你1个小时把新闻都给我压下去。大爷一听眼都绿了，他老婆可是生下弱智儿子就跑了，单身10几年。大爷咳嗽一声，不赔钱也行，你得让我来你这儿上班。大爷我还是赔你钱吧，你来我这儿影响形象不行的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天天来你这儿直播用脖子当校签，看你怕不怕上新闻。工资我也不要多，1个月1万5就行。同学无奈，只能勉为其难的答应。大爷兴高采烈的走了，约好明天来上班。他去了大卖场，自己置办了一身西服，搭配一条红领带，买了一双最便宜的网格皮鞋，加一双大红袜子，一副枯木逢春的样子。第2天，大爷去上班的时候被保安拦住，查了查，没有他这号人。你等着，我这就给你老板打电话。大爷打通了同学的电话，同学睡眼惺忪的说：“我忘了，你的办公地点在家里就行。”在家里？在家里我能干什么？在家里可见不了网红。你就负责在我们网红直播间里发评论，跟网红聊天，把直播间的热度搞起来。等会儿我发你链接，9点开播。大爷一听也行，直接就能跟网红聊上了。于是他把弱智儿子锁在屋里，自己在客厅刷直播间。同学发来的链接里的网红是他认识的另一个没戏拍的群演，女生直播经验很足，跟大爷聊得火热。大爷越看越兴奋，很快就开始宝贝宝贝的叫上。我也用小号进了直播间，给主播刷了一个大火箭。主播顿时不理大爷，开始嗲嗲的跟我聊起来。大爷插了几句嘴，主播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几分钟后，大爷一个大火箭刷上了，主播又高兴了，跟大爷聊起来，嘘寒问暖，直言自己有恋父情节，喜欢优雅大方的大叔类型的。大爷心花怒放，这不就是说的他自己吗？整整1天，他连饭都没做，把自己弱智儿子饿得在屋里砸东西，他这才闷闷不乐地点了2份外卖，然后继续聊。1天下来，大爷给主播刷了上千块的打赏，他竟然还觉得物有所值，因为主播已经开始跟他开黄腔了。接下来几天，大爷越刷越多，越刷越停不下来，他绝不甘心，不允许自己打赏了这么多钱，一点便宜也占不到。终于半个月之后，主播同意见面，可是大爷此时的存款已经见底了。见面之前，主播又开始犹豫，说家里要彩礼，50岁以上得50万，二婚的再加50万。大爷愁没了头发，已经把棺材本都砸给主播了，现在哪里去弄100万彩礼？然而就在大爷愁眉不展时，主播失联了。大爷这时才发现，他连主播的微信都没有，更别说电话了。他们唯一的联系就是直播间打赏，还有平台后台聊天。大爷终于发觉自己好像被骗了，他报警，警察立案，告诉他回去等消息。大爷在警局撒泼打滚，让警察先给他垫上，等要回钱再还给警察，差点又被拘留。大爷灰溜溜回了家，弱智儿子把家里拆得一团糟，大爷无处发泄，就想揍儿子出气，没想到做到一半，儿子受不了了，反过来把大爷按在地上，骑了1个小时的大马。几天后，警察告诉大爷，主播找到了，是回家相亲去了。主播很伤心，大爷竟然报警抓他。他说2个人两情相悦，只是重男轻女的父母把他骗回去，还没收了手机，父母逼他相亲嫁人，他死活不同意，说自己有喜欢的人，就是李大爷。家里见这一招行不通，又把他账户上的钱都收走了，给弟弟付彩礼。大爷听到这儿，眼睛一翻晕了过去。最终大爷的钱打了水漂，一是成年人自愿赠与，二是主播拿到的钱也已经没了。大爷消停了好几天，突然有一天早上在小区门口堵我，保安队长带着人护送我出门。大爷就在几米外
来，恶狠狠对我说：“都是你小子挖的坑吧？你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”我莫名其妙，但心里隐隐不安。我和同学这边演的可以说滴水不漏，他又是怎么得知消息的？公司这边已经开会确定了我晋升的事情，可不能出岔子。到了公司，李成已经给我冲了咖啡，他这几天对我特别热情，主动帮我处理工作，忙前忙后。我礼貌道谢，打开办公电脑，猛然发现我电脑版微信忘了退出，而演员同学给我留了言，可是我还没看呢。但电脑微信界面上却没有红色数字提示，我的电脑微信已经被翻阅了。我下意识抬头，发现李成迅速移开了目光。李大爷，李成，我留了心眼，见李成出去打电话，我偷偷跟了出去。叔，我可能被发现了，你得赶紧行动，要是人事任命下来，就都晚了。这次晋升必须是我。我恍然大悟，怪不得素未谋面，大爷就知道我的名字，还认识我的老板。我搬了新家，他也能找到新小区，怪不得他今天早上跟我说了那句话，原来都是这个李成搞的鬼。他确实是职级晋升的竞争者，可是人事科找我谈话后，他似乎已经放弃了，还对我百般殷勤。上一世我被害得家破人亡，这个李成才是始作俑者。我装作无事发生，中午还接受李成的邀请，一起吃了午饭。吃饭过程中，李成不断打听我的楼号房号，说给我送点特产过去。我推脱了好几次，耐不住他太热情，只能告诉了他。李成终于满意，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怨毒。晚上我倒垃圾下楼，不远处角落里大爷的身影一闪而逝。凌晨2点，我被哐哐砸门声吵醒，我贴在门上偷听楼上的动静，大爷正在砸我楼上的屋门。臭小子，你给我出来，把骗我的钱还给我，否则我让你整个楼都睡不着觉。我再把你公司地址贴在楼下，让他们都去公司找你老板投诉。你公司只要开除你，我就不闹了。楼上住了一个中年男人，因为超雄被家里赶出来，独自住在这里。这个人不但超雄，精神状态也不正常。现在大爷正在敲他家的门，门牌号是我告诉李成的，只是哎呀，不小心说错楼层了呢。大爷砸了得有10几分钟，突然没了动静，然后我的天花板不断传来震动声，还有压抑的呜呜惨叫。我戴上超新音耳麦，里面早就播放着著名音乐，我睡得很香。等听到敲门声一看时间，已经凌晨4点钟了。敲门的是2位民警，他们问我昨晚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，说什么都没听到。楼上那户人有病，天天晚上剁东西。我带着静音耳麦睡的。民警看了我的卧室，点点头走了。左邻右舍都在八卦，有人说看见120救护车担架抬出去一个人，有人说我楼上那个超雄男被警察铐走的时候身上有血，还嘿嘿笑着。过了几天，警方通报发了，大爷在 ICU 待了好几天，脖子以下瘫痪，以后再也没法为人了。超雄邻居被关押了，面临不知多少年的牢狱。这些天上班，李成对我的热情突然熄灭了，每次看我的眼神都是掩饰不住的怨毒。我的人事任命也下来了，整个办公室都是或真诚或敷衍的恭喜声，只有李成不知躲去了哪里，好像找人事科请了假。我也终于查到他的底细，他就是李大爷的亲儿子，只是从小过继给了亲戚抚养。怪不得李大爷为了他啥也能干出来，怪不得他和李大爷一个善赌，一个讹人，一脉相承。晚上我回到小区，刚到单元门口，就看到李成和那个弱智儿子的身影。我在楼下徘徊很久，听到2个人的下楼声，我转身向小区后门走去，那里有一条污水沟，很深而且没有监控。我边打电话边在污水沟旁边散步，听到后面脚步声快速接近，我掏出准备好的小熊玩具布偶，用力扔进污水沟，大声喊坏了，小熊掉进水里了。李大爷的弱智儿子正握着寒光闪闪水果刀朝我冲来，突然就扭头跳进污水沟里，他大叫着挣扎着，嘴里喊着小熊别怕，我来救你了。我赶紧报了警。第2天李大爷的儿子才被捞上来，李成不知去向。很快李成就在农药店被抓了，他刚买了一瓶百草枯，但面对民警他说不清楚用途，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，李成因为教唆杀人，间接导致被教唆者死亡，计划谋杀被判了无期。后来听说他在监狱服刑期间跟那个超凶男人关在一起，每天都因为喘气声音太大被揍。超凶男人的家属去看望他的时候，告诉他李成就是那个害他入狱老头的亲儿子。这个消息肯定不是我透露的，李成就被照顾得更加全面了。没几个月他的就彻底疯了，后来不知怎么的就突发疾病没了。升职加薪后，我又被公司派去异地，成了分公司负责人。我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迎接我的新生。